上官小姐，哎，大人，我有事想问你。何事？灯会那晚救我的，是不是你啊？是。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告诉你做什么？你是因为查案时现险情，救你是公务，有什么值得大肆宣扬的？正好有一事，我也要告知于你。过2天，我会命阿泽送些东西回京城，你与他一道回去，路上也好有个照应。我不去，水波纹都还没有查清楚，我怎么可能？上官芷，当初是你非要进县衙证明自己，我给你机会了，你也的确做到了。可查水波纹一案，短则10天半个月，长则3年5载。难道你一直打算留在县衙里当差吗？如果下次再发生河边那样的意外，我自问没有办法保证你的安全，又怎么向你哥哥交代？你不必拿我哥做幌子。你多次赶我走，是怕我会缠着你。你现在难道不是吗？怎么，上官小姐要走吗？那正好，我银雨楼扫榻以待。公用的事情我听说了，潘大人，你连家贼都防不住，我又怎么能够放心让他继续住在这里？我带他走，潘大人应该不会反对吧？自然不会，有银玉楼保护，肯定万无一失。我也好卸下负担，专心查案。够了，我是人又不是物件，你们在这讨论怎么处置我，有没有考虑我的感受呢？谢谢卓少主的好意，但阴雨楼我是肯定不会去的。还有你，之前给你添了很多负担，我实在很抱歉，但我绝对没有要缠着你的意思。水波纹我肯定会彻查，但是绝对不会赖在你的县衙。小姐，咱们要去哪儿啊？河阳这么大，自有咱们的去处。我们走吧。等等。灵儿，这些都是你爱吃的果子。下次见面不知道什么时候，你多保重。嗯。
兜兜转转，没想到又回到这里。你确定要住这儿？这里许久没有人住，连一点烟火气也没有。要不你再考虑考虑，去我烟雨楼吧。烟雨楼要什么有什么，绝不比这差。今天多谢你帮我搬家。我帮你搬了家，总得请我喝口酒吧？是得喝一顿，庆祝我离开牢笼，开始新生活。灵儿，哎，啊，备酒。是，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最胖的人是什么人吗？宰相肚里能撑船吗？最快的人呢？曹操说曹操，曹操到，你又输了。什么都知道。再来，我就不信了。你今日喝的够多了，还是再喝吧。怎么就够多了？别扫兴啊！我那输了都给赢回来。有心事的人是赢不了的。那你知道世上最傻的人是什么人吗？是2次掉进同一个坑里的人。我明明知道太原已经有郡主了，我也知道我什么都没有，甚至这个名字、这张脸都不是我的，我就应该离坑远远的，却没想到又一次掉进去。这都不是让我最难过的，最难过的是我既没有立场恨他，也没有资格爱他，我甚至都不能告诉他。我甚至都不能告诉他，我只是寄居在别人躯壳里的小偷。你说，是不是很傻？傻的又何止你一个？认识你这么久，从没有见你这么伤心过。是潘越那小子不配，我们应该感到庆幸，及时跳出这个大坑，对吧？上官芷，你去。公子，是我。公子，其实上官小姐回了西园，她没有去阴雨楼。
不过那卓少主好像跟着上官小姐也去了西园，我听那声音，他们好像一直在喝酒，一直到我走，他都没有走。行了，让你去保护我，没让你给我汇报这些。公子明明舍不得上官小姐啊，为什么还……哪那么多为什么？睡觉去。哦。这肉炖的还欠火候。来说这道菜啊，这起锅的时候应该再搁点醋，搁点我尝尝这个最好，对吧？大人，哎，公子，新来的厨师做的几个菜，你先尝尝呗。来。太淡了。太凉了。太硬了。你们慢慢吃吧，我没胃口。你会不会对我很失望啊？公子，阿泽，把这画送去修补一下，然后再重新装裱。是公子。对了，公子，今日还是过山下葬之日。寥寥回忆经年长，却只能张容作哑。勾勒你的脸颊，聚散如流沙，天命自洽，爱重见红塔。随云烟轻洒，用力驱赶你伪装的潇洒。微醺的梦啊，信念之人怎会不变真假？你若近在咫尺的天涯，我想握住却只能装傻。
小姐，这一盆是非常名贵的墨香玉兰，公子千里迢迢从京城带来的，只剩最后一盆了。你要是想摘，去院子里面摘别的好不好？哦，灵儿，哥哥在河阳是不是也有几家铺子啊？是啊，上官家的生意遍布天下，各门各类都有涉猎。那你去通知这些掌柜，问问他们有没有留意到水波纹的图案，不管是器物还是别的，有所得者重赏。啊，还有，去一趟书寺，把那些什么河阳相关的博物志啊、地方志都买回来。是。小姐，小姐，刚才外面来了一个渔夫，说有一个叫白小生的人托他带个口信，白小生在码头被人扣住了，请小姐赶紧去救他。你说给你1个时辰，让你的亲人来见你最后一面。既然这1个时辰已经到了，跳吧。不是，大哥，我真的再也不敢了，你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吗？你竟敢买通船夫，用我们的船私运货物！你既然有这个胆量，就早该预料到有如此下场。别磨叽，赶紧跳！我求求你了，大哥！啊，你别！哎，你是需要我住手！啊！姐姐救我！他偷运了多少货物，我10倍赔偿。你把这儿当什么地方了？我们银雨楼的规矩，岂是你能用这几个钱买通的？银雨楼，我都说了，我跟你们少主真的是朋友。我们少主是何等英明人物，岂会跟你们这些女流之辈做朋友？他们确实是我的朋友。卓少主，参见少主。小生，姐姐，吓死我了！朱堂主是吧？你尽忠职守，做得很好。不过，这件小事就看在我的面子上，就此结果吧。少主，他私带货物，这可非同小可。再说咱们银玉楼从来没有破坏过规矩。少主，您不能因为外人而因私废公啊！你说的对，她未来将会是我们银玉楼的少夫人，她的话便是我的话，我的话便是银玉楼的规矩。难道你对我的话也要质疑？少主恕罪，属下不敢。参见少主夫人。幸亏你来得及时。对了，你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啊？太爷遣人送了口信给我。哎，我说小骗子，你可真会惹麻烦，10次见你9次都出状况。说明卓少主是天生解决麻烦的人物。走吧，晚上一起喝酒去。走。我那些货不是还都没处理呢吗？你们去吧，姐姐我晚点去戏园找你。与其在一旁看你们卿卿我我，还不如去跳河。我晚点去找你啊，姐姐。哎，小生怎么最近怪怪的？他不是一直如此吗？要钱不要命。阿江，你以后别这样了。是吗？我不是从县衙搬出来了吗？以后也不需要这些幌子了。你不用成天围着我转，也别老叫我什么少夫人之类的，我很尴尬的。不是幌子，我说的都是认真的。以前我也以为我只是把你当做朋友，但2个月前我回到了河阳，那时我高高兴兴的去找你，却只听到了你身陨的消息。当时我的脑子一片空白，刀剑加身都从没让我如此害怕过。
那时我才明白，原来你在我的心中早已不只是朋友。你回来之后，我对你说的每一句话，做的每一件事，都是发自内心的。只要你愿意，我随时娶你过门。阿娇，我一直拿你当我最好的朋友，以前是，现在是，以后也是。这一点永远不会改变的。斩钉截铁，毫不犹豫。我虽想到会是如此，但没有想到，这种感受比我想象中的要更加难受。比失望更伤人的是空欢喜。我拿你当我最好的朋友，更不可能给你无谓的希望。公子，公子，顾雍已死，季善堂已清，你还在怀疑四大宗族吗？我在想，在京中的那个幕后黑手，为什么会在河阳配置势力？难道就是单纯的为了杀人吗？我看了季善堂的账目文册，倒确实只有杀人这个买卖。所以我怀疑，这四大宗族中，一定还有他们的势力。这季善堂被灭，生死坊又一点动静都没有，那就只剩下银雨楼和百花宫了。但这一个在诚心诚意的帮上官小姐，另外一个又早早与公子连了盟，帮县衙解了燃眉之急。这肯定是我错过了什么。到底是什么呢？这饭要一口口吃，案子要一点点查吗？老这么干想也不是办法。不如直接说，想干嘛？骑马去，啊？姐姐，你又在看这块帕子了？9年了。对了，县衙现在如何？非常安静，甚至可以说是死气沉沉。潘大人来到河阳仅仅2个月的时间，就走到了如今这样的地步，已经出乎我的意料。想让他短短时间之内查清顾雍背后的势力，的确有些强人所难。或许是时候推他一把了。这些都不是我想要的。小姐，我们已经把河阳市面上所有带水波纹的物件全部搬来了，实在没有你说的那种啊。公子，
我们已经到西园了，也不知道上官小姐在里面过得怎么样。哎，我们要不进去看看？小姐，你要的水波纹，我这儿有。在哪儿？陈掌柜，小姐要找的是水波纹，你找来这么多武器做什么？请看。听到了，人家根本就不用咱们担心。公子，咱们来都来了，难道你就不好奇上官小姐在里面过得怎么样？哎，你听，灵儿笑得多开心啊！羡慕了，是不是想搬过来跟他们一起欢声笑语啊？不是，不是就少过来晃悠。这，公子，死鸭子嘴硬。这。公子，如果大人，怎么了？大人，4楼有人纵火。什么？怎么回事？大人，不知是谁在这牢房里面打翻了一盏油灯，好在稻草是湿的，没有起火，只是冒烟而已。究竟是何人如此大胆，在县衙大牢内纵火？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这里面没有关押犯人。湿稻草不是为了放火，而是为了起烟，是想吸引我们的注意力。这把火是有人故意引导。大人，那个人邪乎得很，万万不可靠近他。他犯了什么案子？鬼火勾魂案。不知这么晚，潘大人到此有何吩咐？我来找一份卷宗。哦，什么卷宗？老朽跟您一起找。不用了，我自己找吧。你快回房休息吧。大人辛苦。
以前上官池总能很快找到需要的卷宗，我还以为此事很简单。现在想来，他定是下了不少功夫。河阳新政书院，傍山依水而建，后山传闻闹鬼，经常有人走进去就走不出来了。据当事人供述，1年前，新政书院的4名同窗陈父、周歌、刘氏、沈慈，他们为了比拼胆量，去了后山鬼林。几根骨头而已，还吓不到我。你们要是怕的话，你们就趁早回去吧。我们也不怕。对，不怕。走。什么人？装神弄鬼的，给老子滚出来！沈慈！有鬼！有鬼！沈慈被鬼抓了！沈慈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，众人认定沈慈已经丧命。可谁曾想，过去沈慈，你没死啊？沈慈，你的眼睛怎么了？来，坐这儿。沈慈，你不是被鬼抓走了吗？对呀，你怎么回来的？对呀，我们当时都看到了，让你别过去，你非要过去，然后你就被鬼给缠上了。对啊，是我被恶鬼拖进林子里，恶鬼好像要把我推到地下去，我死命挣扎着，用脚踹着，这才逃了出来。可是林子里有很多瘴气，我一出来，我就什么也看不见了。沈慈，大家原以为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，没事了。可接下来的1个月里，又发生了让人难以置信的事。非吾安居也，我无安心也；非吾足财也，我无足心也。是故君子自难而易比，众人自易而难比。非吾安居也，我无安心也；非吾足财也，我无足心也。非吾安居也，非吾足财也。我怎么什么都看不见了？